大家好，我係阿夫拉。我今日咧呢條片又開始講提補啦。我就大概用咗半日時間咧就搞掂咗提補啦，甚至連部分好嘅遺器我都準備咗噶啦。咁你哋如果對我呢個一階提補有興趣嘅話，咁就歡迎你哋咧去加呢個嘅 UID。我喺講呢個測試影片之前咧，先分享下我用提補嘅心得。咁之前我都同大家分享過噶啦，我就會玩呢個慢速提補。我準備好咗私人套同埋執骨套啦等等，咁甚至連專屬鋼錐都配埋噶啦。咁關於提補用私人套嗰部分呢，我想做一啲嘅更正。但係你見我依家目前提補啱啱好95速度，但係我只喺其中一件遺器嗰度多咗6點速度咁解嘅啫。但係只要你嘅速度喺95嘅話，你都係攞唔晒32% 嘅暴擊率。所以如果你想你嘅提補嘅私人套呢，完全攞換32% 嘅暴擊率，我建議呢6件遺器加埋嘅速度呢，唔可以超過5點。要用提補第二個嘅心得就係，佢係目前咁多銅械角色嚟講生命值最高嘅一位。當提補開終結嗰陣，佢嘅生命值咧又會再上升。因為我知道第一個會瓜嘅角色咧唔會係提補，最易瓜嗰個反而係大黑塔，所以建議大黑塔嘅血量咧最好保持喺5000度。而第三個提補嘅心得就係，佢嘅可加入隊伍嘅靈活性係比資金要更好。因為提補最有價值嘅就係佢嘅1命嘅真實傷害，所以提補只要有1命嘅話就可以加入唔同嘅隊伍，包括未來下跌嘅燒血隊伍都係可以用提補咧作為一個輔助。但係目前舊嘅銅械角色咧都有佢存在嘅必要性。咁陣間喺測試嘅配對咧就會講到噶啦。咁今日提補係做啲咩測試嘅呢？咁我就唔會測試佢嘅靈魂同一魂嘅分別噶啦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個分別係頗大嘅。所以今日測試嘅係一魂嘅提補，我用佢嘅專屬鋼錐以及咧4星鋼錐冇之間咧做一個比較。咁我睇下邊一張鋼錐咧係會比較優勝。我亦都咧分享埋俾大家咧我嘅配對。我今次打天譴之矛嘅配對咧就用咗提補、丸梅、翡翠同埋大黑塔。哇吓，一隊放2個銅械，你認真？冇錯啦。咁呢個亦都係 T0 天譴之矛嘅其中一個方法。除咗丸梅之外，我仲試過提補星期日、提補資金鳥都一樣做到0T 嘅效果。咁大家之後咧亦都可以試下2知識、2銅械嘅配搭。咁我今次就攞提補搭丸梅咧做一個示範。我就俾大家咧睇一睇我嘅配對。咁我嘅提補嘅速度咧啱啱好去到95。咁我爆率咧就近75個暴擊傷害咧就去到差唔多200。咁鋼錐咧就用咗專屬鋼錐先，咁陣間咧就會去用冇再測試，痕跡咧就升晒噶啦。咁遺器咧就俾大家立一立。咁我外圈咧就用咗私人套啦，咁都係圍繞住我之前講嘅3樣嘢，就係呢個嘅暴擊率、生命值同埋暴擊傷害。咁內圈咧之前都講咗啦，就係用執骨套，我都打咗啲比較好嘅嘢啦，算係。譬如個次元球咧又有生命值，有雙爆喎，有隨機詞條可以加5。我亦都啱啱打呢個嘅差分宇宙嗰陣咧，亦都攞到能量恢復效率嘅連結繩，亦都有生命值，亦都有速度喎，哇，真係好幸運。咁星魂咧就係1星魂噶啦，然後睇下丸梅。咁丸梅咧，我覺得都冇乜特別噶啦，同之前都係差唔多。我唔再特別去講噶啦，你哋揦一揦。咁鋼錐又用個專屬鋼錐啦，痕跡升晒啦。咁我就用咗信使套啦，以及呢個嘅雍亞克，咁真係冇乜特別噶啦。咁呢個係0+1嘅丸梅，咁我去到150速度嘅。然後再睇下翡翠。咁翡翠咧速度去到99啦，咁個暴擊率咧可以去到80幾嘅，冇記錯嘅話。咁暴擊傷害咧都差唔多150。又用咗專屬鋼錐啦，痕跡升晒啦。咁佢嘅遺器咧我就已經改咗啦，係用私人套。咁我打嗰啲都算係唔錯啦，咁有啲咁多速度可以接受咯，所以就會攞咗私人套嘅少於110速度咧，就有呢個嘅20% 嘅暴擊率。咁我都有好多嘅雙爆嘅詞條噶啦。咁內圈咧就用呢個次岡尼亞，咁就有2星魂啦。咁最後就係大黑塔，大黑塔咧就155速度，我爭少少160噶啦。咁暴擊率咧就挨近90，暴擊傷害咧就挨近138。
咁光追咧就用咗專屬光追啦，咁維氣咧就用咗學者套，咁就都啲詞條就比較頂噶啦，都算係。咁落圈用咗史江尼亞啦，咁特別咧條連結性咧我都係啱啱就換咗做生命值，因為要撐個生命咧去挨近5000，咁我先至喺冇封曉或者全護角色嘅情況下先至唔會死。而我嘅大黑塔我都係2星雲啦，同之前一樣。咁大概嘅分享就依度啦，咁而家就俾大家睇下提寶1+1喺大黑塔隊打天譴之矛嘅表現啦。まだ苦しみ足りないよ。いらぬごま夢中になってはっ楽しいですか。思考を広げる悪いかも誰かしら答えはないんだから飛べー。いらぬごま崩れちゃう。楽しいですか。風になって出発。思考を広げる夢中になってルール違反。答えはないんだからいけー。いらぬごま崩れちゃう。咁我戰鬥結束啦，0T天譴之矛就係咁樣嚟啦。咁我心得就係提寶1+1嘅情況下帶多個銅鞋，0T天譴之矛嘅機率係非常高。咁你睇個片段都係全自動打可以0T。咁你可能會問啦，如果放喺上半個結果又係點呢？個結果就係更容易0T。咁講到呢度啦，如果提寶將個專武換咗，變咗就冇，個結果又會係點樣嘅呢？咁呢個提寶咧照樣保持慢速提寶。私人套、執骨套保持不變，唯獨係光追換咗嘅啫。依家為大家呈現嘅就係提寶1+0帶冇嘅實戰測試。咁我哋又睇下喺提寶佩戴冇嘅情況下，可唔可以做到0T？しっかりしな。思考を広げて崩れちゃう。水風になって出発。いらぬごま教育の時間。これでもう後戻りはできない。答えはないんだからまだ苦しみ足りないよ。思考を広げ夢中になっていらぬごま崩れちゃう。悪いかも誰かしら水風になって出発。答えはないんだから飛べー。いらぬごま夢中になって教育の時間。これでもう後戻りはできない。いけ離れなさい。水風
今次你都發現提寶嘅冇冇冇亦都可以做到零 T， 咁可能你心中咧會有個疑問，就係免費嘅蝶5冇冇冇都已經可以做到零 T， 咁我仲有冇必要去抽佢嘅專屬鋼錐呢？其實據我測試咗咁多次嘅經驗，私人套帶5蝶冇冇冇翻車嘅機會咧係會比較高，因為你要睇提寶開終結技嘅時候，嗰一刻做拉跳有冇真正拉到啲隊友上嚟。如果你係玩自動嘅話，咁就真係要睇運氣啦。而提寶配專屬鋼錐嘅情況下，自動零 T 天譴之矛嘅機會率係頗高嘅，即係話我用專武嘅情況下，我打6次天譴之矛可能會有1次 T0 嘅翻車。如果提寶用蝶5冇冇冇嘅情況下，打6次天譴之矛有3到4次嘅可能咧打 T0 係會翻車嘅。假設你係冇翡翠，只有大黑塔小黑塔嘅情況下，咁我亦都做咗測試噶啦。咁確實我都係做到零 T 嘅，但係都爭啲翻車噶啦。咁如果連我都爭啲翻車嘅話，其他玩家翻車嘅機會就會更高，因為遺棄嗰度就已經有差距啦。所以經過今次嘅測試呢，我就俾一個建議大家，走私人套玩慢速提寶。我會建議你哋去配專屬鋼錐，而冇經過一啲嘅實戰結果，個結論就係我唔建議玩私人套嘅提寶咧去用冇，就反而建議玩快速提寶嘅就係行蜂擁冇，就去玩呢個嘅底層邏輯啦。所以各位玩家真係唔好輕視提寶嘅專屬鋼錐，加全體48% 嘅暴擊傷害真係有啲料到。所以各位如果你係玩慢速提寶但係冇專屬鋼錐嘅話，我強烈建議咧喺最近嘅提寶卡池仲開緊嘅情況下，就去入手翻一張提寶嘅專屬鋼錐。咁今日嘅話題就講到呢度，咁中意呢條片朋友記得撳個 like、留言、訂閱同埋打個鐘仔，我哋下次再見。